各位同学，欢迎回到中药养颜秘籍课堂。今天给大家介绍具有护肤、防晒作用的中药。同学们啊，从海边度假回来，愉悦了心情，但你的皮肤护理的如何呢？照照镜子看，有没有红斑、红肿、灼伤、水泡以及一些细纹呢？如果我们当时没有采取任何的防护的措施，那皮肤长时间暴晒于太阳下，就会出现上述的现象。轻者会出现红斑和细纹，重者就会有红肿和水泡的现象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当皮肤在紫外线下过度暴晒以后，会损伤皮肤的细胞，活化了酪氨酸酶。而酪氨酸酶是黑色素合成的关键酶，这样就会加速色素的合成，破坏了皮肤的保湿功能，使皮肤呢会变得干燥，也会让皮肤的真皮层中的弹力纤维受损，使细纹产生。在强烈的照射下，还会造成肌肤的发炎、红肿、灼伤。有异常情况时，则会变成色素性的皮肤癌。所以同学们，你现在知道了防晒是有多么重要了吗？那么在教大家如何做好防晒这个护肤之前，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晒伤的几种情况。第一，晒伤。晒伤呢，是由于皮肤对日光的耐受性差了，长时间它受到强烈的日光的照射以后，局部会发生急性的炎症性的一个反应。引起这种病症的紫外线主要是以中波为主，它的波长大约是在290到320纳米之间。那主要是发生于夏季，或者是常见于就是户外作业或者是旅游，以及呢皮肤比较白皙的更加容易发生。那具体的表现有以下的几个现象：日晒以后就发病，或者呢它日晒以后出现的大片的红斑，边界是比较清晰，当然严重者还会发生水泡，也有的会感觉到有一种烧灼痛，以及是刺痛。当然这些是好发于脸部、颈部、肩部以及四肢这些比较容易外露的部位。第二种晒伤的情况就是晒斑。晒斑是皮肤对强烈的日光照射以下引起的一种急性的损伤性反应，它会在暴晒处发生红斑、水肿，甚至是水泡。当然这个呢，主要是常常发生在春末夏初，皮肤被晒黑之前。晒伤以后红斑如果是暴露在强烈的日光以后，它会迅速的发生。当然也有个体反应差异的，某一些就是它皮肤本来颜色就比较浅的，那么它会在数小时之内就暴露了它猩红色的斑点，界限而且非常的明显，也有会形成水肿以及水泡。那么有一些人群呢，他的肤色相对来说比较深，那么它的反应呢，有时候是需要到下一次暴露时才会出现。那么一般都会先有局部的热阻感，继而呢会有皮肤的牵引的灼痛，当然严重的就会往往就不能安睡，甚至你和衣服、床单等等这些接触以后，就会觉得难以忍受。那还有就是并发症了，强烈的日晒以后会出现红斑、水肿，并且呢伴有灼痛。急性期以后，皮肤呢它会出现一些什么呢？色素的沉着。晒伤的第三个方面，那就是严重的晒伤。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。夏天张女士和朋友们一起到海滩去度假，在海边享受了一天的阳光以后，当天晚上张女士的脸上就出现了红肿，
以及呢热痛等等这些症状。第二天呢还脱皮。那为了不影响我们上班时候的美观，张小姐呢就按照了一些美容杂志上面教的，用新鲜的柠檬、黄瓜切片敷脸，有美白功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，连夜就到什么呢？超市里面去买来了柠檬和黄瓜，贴了一脸。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啊，她对着镜子一看，吓了一大跳。是因为敷过柠檬和黄瓜的皮肤在这地方不但没有改善，而且呢红肿得更加厉害，有的地方还长出了一个一个的小包，甚至啊你轻轻的一碰它就疼得不得了。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啊，张女士在这个时候她是用错了柠檬以及黄瓜，而导致了皮肤红肿。因为什么？它晒伤以后的红肿，如果增加了柠檬，或者是贴敷了柠檬，其实是在脸上是雪上加霜。因为人体啊对阳光它是有一个耐受性的，当超越了它的这个紫外线照射以后，皮肤的角质层细胞啊它就会坏死，而且呢会释放出一些炎症的因子，让人体的真皮啊血管扩张，组织呢水肿，从而呢就会出现晒伤以后的皮肤的红肿、发热等等这样的一些炎症的一些病症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再用柠檬啊、黄瓜啊等等这些 pH 值过酸，或者是一些过碱的物质来敷脸的话，反而会刺激已经受伤的皮肤，让炎症加剧。那么一般情况下，被阳光过度的照射以后的2到6小时，皮肤呢会出现一些发炎的症状。那么2小时之内呢，这些炎症呢会达到高峰。那么轻的呢，它就出现皮肤的一些水肿啊，比如说瘙痒啊，以及呢红斑、水泡啊等等。但严重的话，皮肤会出现糜烂、灼痛，甚至呢它个体发烧。那么如果炎症相对来说比较轻的晒伤，一般在1到2天呢会恢复。但是如果是症状比较严重的话，那大概就需要1周的左右来进行恢复了。那各位同学，你对晒伤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是不是有所了解了呢？那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，谢谢各位同学。